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糖。昨天呢，官方已经发布了星海的卡池详情，也就正式宣布着星海与我们见面进入了倒计时阶段。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就先简单的来聊一下珊瑚宫星海这个角色。星海的玩法呢，主要分为两种：给别人打工的脱手辅助和别人给他打工的驻场 C。先来说一下他的辅助空间吧，主要是跟一技能有关系，也不说10级天赋了，就说9级吧。给一个奶妈上皇冠确实是有点奢侈了。以一个比较平民的生命值上限为例，5万血吧，不高吧？5万乘7.48%，再加上862等于4602，一跳回4602。然后根据官方发布的实际演示呢，一技能每跳一次的间隔为2秒，每2秒回4602的血。那我觉得首先奶量这块它是过关的，其次大家再来看一下一技能的挂水频率。每2秒一跳都会触发蒸发反应，它并非之前网传的4秒一挂水，而是2秒一挂，那这就很有意思了。众所周知啊，行秋现在是非常抢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拥有着目前最高的挂水频率。魔王武装要用，国家队要用，火 C 要用，雷 C 要用，甚至冰 C 打个永动流都要用，大家都恨不得把它一分为二拆成2个。在星海出来之前，能帮行秋分担水辅压力的是莫娜。但是莫娜的挂水也不过就是3秒一挂，显然不够优秀。而现在星海出来了，它可以2秒一挂水，那它在水辅这一块就肯定是有生存空间的。比如说你2个队伍，一边是胡桃的火 C 蒸发流，一边是神里的冰 C 永动流，那么你完全可以把行秋扔给胡桃，然后把星海扔给神里毕竟永动流对挂水率的要求会略低一点，这样你双水辅的问题其实就解决了。而且星海它不光有着水辅第2把交椅的挂水频率，它还有着前面提到的奶妈作用。要知道现在深渊环境大改，对奶妈可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说不要把星海说的那么一无是处，一个角色能设计出来肯定是有它的优点的，你要去发现它比如说客厅长得好看。对了星海它这个一技能也是有伤害的不过就是有点杯水车薪的意思了，本身它就没有多少攻击力，倍率呢也就那样。9级天赋也就不过才185%的倍率，还不跟生命值挂钩，这个伤害你就当是个玩具吧。它更重要的作用还是5星奶量和排名第2的挂水率，你如果缺的是这些的话，那它应该还是蛮适合你的。接下来说一下星海它作为一个驻场 C 的生存空间，说真的空间很小，真的太依赖命座了。我也不说6命，怎么着你也得少说1命多了4命吧。而且它配对的局限性也很大，目前比较适合的就是双火蒸发流和魔王武装。双火流的话，班尼特和香菱先给他扔过来，但是问题是你班尼特加星海，你要这么大的奶量干啥？溢出的太厉害了，而且班尼特也轮不到给他带，等着班尼特的角色太多了，排队着呢。魔王武装的话，先把雷神和北斗扔过来 ，OK 没有问题。但是行秋呢？你好不容易用星海解决了双水辅的问题，现在又把行秋拿过来给星海打工，折腾了一大圈又绕回去了。而且人家公子作为魔王武装的驾驶员，0命就可以驾驶，星海不行呀，他需要命座才能驾驶。其实拿星海 C 的话，水雷流的方向是肯定没错的，这是最优解。雷神和北斗也是最适合他的，不能动。要动的话得动行秋，你把行秋换一个其他的万金油辅助，其实就 OK 了比如说钟离呀、万叶呀、莫娜呀这种。其中最好的选择是钟离，因为星海的1命要求是你必须要 A 完最后一次平 A 才能触发，那也就是敌人打你了，你得硬扛，你不能频繁的去闪避，因为这样会打断自己的平 A， 伤害量也就大打折扣了。以5万血的星海为例，一套平 A 多15000的伤害，你闪避一次你就少15000，闪避一次你就少15000，你自己算算吧，多亏呀！这么一看，星海 C 的成本是真的高，对命座有要求，得磕命座；对配对也有要求，3神里面自己就占了2个。如果你是想抽个 C， 这个池子我建议你就别看了，你就当它不存在，成本确实有点高。但是如果你是想解决自己的奶妈问题和挂水问题那我觉得星海它还是 OK 的，是值得考虑的。好了，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等明天角色时装后，我会尽快给大家做一个平民向的星海测评，包括圣遗物和武器的选择，让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斟酌一下要不要抽这个角色最后希望能看在辛苦码字的份上给个关注3连，感激不尽。